美国总统拜登上月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晤后，白宫就流露出进行中美峰会的意图，希望跟中方在G20峰会上进行双边会晤。对此，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周二表示，相信中美都将就此事进行评估，希望两国领导人不久之后进行某种接触。不过，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上周谈到中美高层对话时，已经告诉深圳卫视记者，首先要看美方诚意。坎贝尔周二在美国亚洲协会的活动上发表讲话指，中国在国际上已经变得越来越有底气。坎贝尔曾担任美国务院主管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是奥巴马政府负责中国事务的核心成员之一。他坦言，如今的中国与他曾看到的以及在过往外交活动中接触到的大为不同。 And one of them is just undeniable, a very assertive,determined China that wants to play the leading role on the global stage and has really quite unsentimental view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really, I think, wants to reshape the operating system of Asia. 当亚洲协会主席、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问及中美之间会否发生新冷战时，坎贝尔回应称，不太喜欢新冷战这种模糊的框架。在他看来，未来一段时间的中美关系的决定性特征将是围绕竞争。 It causes us to fall back on patterns of thinking and framing that is in no way helpful, really, fundamentally, to some of the challenges presented by China. 坎贝尔承认，中美和平共处是可能的，但挑战也是巨大的。 Do I think it's possibl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can coexist and live in peace? Yes, I do. But I do think the challenge is going to be enormously difficult for this generation and the next. 坎贝尔说，美国面临的挑战是制定一个战略，既要给中国展示可能的机遇，又要在中国采取某些措施时做出回应。他预计这可能会导致几段不确定的时期，甚至可能出现偶尔加剧紧张局势的时期。目前拜登政府已将东南亚作为其区域关注的中心，这也是战略的第一步。 We recognize fully that really for an effective Asia strategy, for an effective Indo-Pacific approach, you must do more in Southeast Asia. 坎贝尔说，今年香格里拉对话会因疫情被取消，阻碍了美国原本的东南亚计划。拜登政府正通过捐赠疫苗和为东南亚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更多资金的方式来与东南亚地区进行接触。此外，坎贝尔还透露，拜登计划今年晚些时候主持与澳大利亚、印度和日本领导人会晤的峰会。路透社评论指，华盛顿将所谓的四方安全对话视为是应对中国的手段之一。美国应该说他是把这个亚太地区看作是他的这样一个势力范围，所以他认为在东南亚地区呢是中美竞争的这样一个前沿地带。那么很显然，我们以往说中美在东南亚地区是一个二元格局，那美国是希望通过他的这种军事、经济、政治的投入来加强美国在这样一个地区影响，进而在美国可以在中国周边地区跟中国施加更大的这样一个压力。拜登上月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晤后，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表示，拜登正考虑安排与习近平举行会谈，因为中美领导人是时候厘清双方现阶段的关系。对此，坎贝尔表示，相信两位领导人都将对中美峰会的可能性进行评估。他的期望是不久之后能进行某种接触。值得注意的是，上周六在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结束之后，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接受深圳卫视记者独家采访时表示，中方希望恢复中美之间的高层对话，不过首先要看美国有没有诚意。我有请问一个问题，中美高层今年会有接触吗？我们当然希望恢复对话，但这要看美国有没有诚意。那您觉得我们中方可以做什么？我们继续办好我们自己的事，这是最重要的。好，谢谢。尽管坎贝尔在讲话中坚决反对拜登只是在延续特朗普政府政策的说法，但外界注意到，拜登政府说的是一套，做的却是另一套。近日，500多名中国理工科研究生申请赴美签证时，竟被美使领馆以违反特朗普政府时期签署的第10043号总统令为由拒签。另据知情人士透露，拜登政府上台以来，仍接连发生中国赴美学者和留学生在机场被无故长
长时间搜查盘问，甚至原机遣返，在美期间遭到骚扰、无理扣留或安全部门约谈等事件。拜登政府一方面试图顺应美国高校要求大量吸收中国留学生、保证学费收入的呼声，另一方面仍然延续特朗普执政时期出台的打压理工科中国研究生和学者的错误政策，严重损害中国留学人员合法权益。如此两面派的做法，不但令舆论哗然，也引发美国教育界的关切和担忧。6月10号，美国教育委员会主席米切尔代表全美30个高等教育机构致函美国务院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局、领事局、国际安全和不扩散局、教育与文化局负责人，表示收到了关于10043号总统令被非常广泛的适用而引发麻烦的报告，对由此延误中国学生学术生涯和关键项目进度表示关注，要求美国务院再次就该总统令的执行情况予以说明。10043号总统令由特朗普于去年5月签署，旨在暂停和限制与中国军民融合战略机构有关联的中国公民通过 F 或 J 类签证赴美进行研究生以上学位学习或从事科研。该行政令被认为是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留学生进行系统性打压的缩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二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表示，美方有关签证限制措施延续了特朗普政府时期的遗毒，与美方欢迎中国学生的表态不符，严重损害中国赴美留学人员合法权益，严重破坏中美正常的人文交流和教育合作。这也与美方自我标榜的开放自由等理念完全背道而驰，与开展国际人才交流的时代潮流背道而驰，与中美两国人民开展友好交流的共同愿望背道而驰，是开历史倒车。中方对此表示严重关切，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中方敦促美方纠正错误，重新审议有关中国留学生赴美留学签证申请，停止利用各种借口对中国留学生无端限制和打压，保护他们的正当合法权益，为中美人文交流与教育合作营造良好氛围。随着这个疫情的这样一个缓和或者是得到控制，那么中美之间的人文交流，包括这个教育科技交流，应该说要逐渐的恢复，这也是拜登政府的一个公开的一个承诺。但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此次美方对中国的这种留学生的这种批量的拒签，就反映了中美关系在人文交流这一块还没有解冻，还没有走出低谷。拜登政府为了两国关系的这样一个发展，应该拿出诚意，从实际行动上去为中美关系做一些积极的一些工作。好，相关话题继续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孙兴杰。孙先生你好。最近，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被问及是否认为美中两国有可能和平共处的时候，他认为中美和平共处是可能的，但挑战也是巨大的。那对于他的这番表态，您怎么看呢？拜登政府上台之后新设立的印太政策协调员，而坎贝尔担任这一职务，他也被称为是美国印太政策的沙皇。坎贝尔之所以对于中美和平共处的问题给出了比较模糊的回答，是因为拜登政府将印太战略作为重中之重，不仅是美国全球战略调整的主要方向，也将印太地区作为遏制和围堵中国的主要支撑。中美关系不同于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坎贝尔也不认为中美是新冷战，但是他并不是担心中美陷入冷战的陷阱，而是认为新冷战的思维框架和设计模式不利于美国去应对中国的挑战。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包含了竞争、合作和对抗，而如何调试这三者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坎贝尔认为，当前美国对华态度与冷战初期的对外政策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因为美国不够自信，对于自己的能力和实力存在低估，而对于外部的挑战又过于夸大，这说明美国陷入了一种战略焦虑。中美关系的现实，或者说中国对美政策没有改变，而美国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大幅度的调整了对华政策，以至于现在中美关系陷入了比较激烈的竞争，甚至是对抗之中。最近呢，拜登政府甚至拒签500多名中国赴美留学生的签证。我们不得不问，美国到底怕什么？美国为什么如此不自信？
坎贝尔所代表的美国对华政策的团队多半属于外交老手。而在拜登上台之后，美国的印太战略是急剧的升级。首先，美国对于中美关系的性质进行了重新的调整，将中国视为最为严峻的竞争者，而印太地区成为美国围堵中国的核心战场。因此，印太被美国赋予非常高的战略含义。其次，美国加速构建印太大战略框架，尤其是美日澳印四方首脑会晤，在今年3月份已经举行过视频会议。今年秋天将在华盛顿举行首次的四方首脑峰会。最后呢，美国不断充实印太战略的内容，除了不断修复和强化美国的军事同盟体系之外，还以疫苗外交作为切入口，争取东南亚地区。除此之外，美国还将推进基础设施建设，与中国展开竞争。坎贝尔的表态以及美国进行的印太战略看上去是咄咄逼人，但是背后是美国的战略焦虑。如王毅在接受深圳卫视记者采访时所说，中国首先办好自己的事情还是最重要的。中方有意愿也有诚意恢复中美高层接触，但是要看美国的诚意。中美关系应该建立在平等互利、合作共赢基础之上。印太地区应该成为和平、开放、发展的区域，而不应该成为美国遏制中国的前沿基地。好，谢谢孙兴杰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